今天我们要前往越南的宁平，这是一座拥有自然之美的城市。由河内出发往南，车程约2小时，无论一日游或多日游都很方便，在越南国内外的游客间都非常受欢迎。宁平景点不少，想来宁平玩，建议行程至少分为2天，一天可去鹿龙湾游船、华旅古都、拜顶寺，另一天往莫阿 Cave 和山谷。我们这次的行程排了3天，除了主要大家最常去的景点，另外还加上了宁平近郊的菊芳国家公园。住宿我最推荐在山谷附近，如果需要宁平更详细的住宿交通资讯，可以到叙述栏参考我们的攻略文章。我们是从河内包车前往宁平，司机将我们送到山谷的旅馆之后，我们在山谷租机车，作为接下来3天的交通工具。租好车后，我们前往宁平最重要的景点长安名胜区，也就是所谓的鹿龙湾。2014年，长安名胜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由山谷出发到鹿龙湾是20分钟左右车程。鹿龙湾是整个宁平管理最好的景点，官方停车场很好找，也没有人拦客。停好车后，先到售票处买票。乘坐游船游鹿龙湾是来到宁平的必游体验，船票票价每人250K 越南盾。买好票后，直接前往坐船处即可。买票时同时会获得路线解说的小册子，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较感兴趣的路线选择。我们最后选择小册子上第3条路线，主要考量是想要去只有路线3可以通过的鹿龙湾最长达1000米的 Dark Cave。好了，我们现在走过去要准备坐船了，那坐船的地方在那边。上船后开始慢慢前行，这里的水浅，不适合电动船，所以全靠船夫人力。虽然总能看到其他游船，一路都很安静。继续再往前滑，还蛮佩服这个划船的这个阿姨。我们的路线第一站是长安突府，船只在此靠岸，让我们下船。长安突府是一座有1000年历史的寺庙，是丁朝4宗庙之一。丁朝在924年开国，距今已有1000年。这座寺庙已经多次修复和重建，如今相当宽敞美丽。主殿4宗庙纪念丁朝与开国皇帝一起征服天下的4位僧侣，正是因为他们的帮助，丁朝皇帝才建立了大越国。门口的石碑则是黎朝文物。之后再度上船，前往 Dark Cave， 这是长安名胜区最长的洞窟，2端间距离1公里。小船滑进洞窟，我们很快的发现这洞窟不但长，而且上方的岩壁很低，一个不小心就要撞到头了。与我们同船的高大西方人从头到尾都得弯腰，不少地方颇为狭窄，两边来往的船不时会发生小碰撞，也挺有趣的。洞窟里无风，有些热，船行其实特别快，但还是花了不少时间，游客可以好好体验在石灰岩洞中的感觉。撞船了，要撞船了啊！我们的这个司机很会 navigate。好，到这边来，然后变得比较高一些。哇，这边前面的人的脚就开始撞到石头，然后哦，前面这个很低，我们得要低头了。然后在洞穴里面，那叫我们现在要低头了。哇，旁边还有人，嘿。前几天我们去风崖的时候，他就是导游跟我们说，就是这种是 River Cave， 就是还有一半在水下。对，但是等它如果整个推上去，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 Dry Cave。哦，这边整个突然开阔上去。其实我们经过这边就有点像，好像有点在下雨。都在下雨啊！好像
现在要开出去了。要应该比较过这个比较窄的地方。前面的人又开始帮忙滑了，耶！哇！从洞穴出来以后，现在又往下一站去啦。出了非常长的 Dark Cave， 不久又进入到第二个洞窟 Run Cave。这个洞窟比较起来宽阔得多，有400公尺长。这个就比较像个 tunnel， 你没有觉得它很矮，可以坐直直的没有问题，站起来都没问题。我想，要重建公园啦。看到这里来，其实下面的水就很清，可以看出这水其实很浅，所以也不适合那种电动的大船。哇，我想这应该是下一站，这个 temple 好像还可以爬山上去。路上的第2站是水仙庙，路线2和路线3都会经过这站。这站有2个港口，我们上岸后，船就会到另一端的港口去等我们。然后我们现在来了，上来以后看到第一个是看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蛮酷的，它的墙是这样子用泥巴掺的，这样子涂起来，好像是泥巴掺了草，这算是一个茅草屋，然后外面这里是像竹席做的墙。其实这里面感觉还蛮凉爽的，它上面其实也都做的透风。路线经过林场茅草屋后，过了风景很漂亮的小桥，就到了水仙庙。水仙庙招牌写着福德古祠，原是丁朝时所造，祭祀当地人称为单靠善的神。传说这位神明守护古代首都蓝山，也就是我们之后会去的华吕古都。之后是较长的水路。这段路滑得特别辛苦，一直默不作声的船夫阿姨吱吱讲，我们这些游客也该开始帮忙了。于是4人轮流帮忙划桨，船缓缓前进。我们也不太确定究竟是不是帮了倒忙，总之不能让人家一个人辛苦。有些游船的游客划得兴起，还开始竞速。我们正在被夹击当中，我们要输了，我们要输了，因为我们也没有认真在划。中间会经过 Deer Lane Mountain， 这是鹿茸湾的招牌山水景之一。此时经过最后一个洞窟 Die Cave， 比起前面的洞窟短得多了，只有150公尺。Die Cave 150公尺。超短，可能2个啊，但它还是很低，大家得要低一下头。一出 Die Cave 旁边水上有个小庙，这便是 Vulam Royal Step。虽然船不在此停留，这景是绝对值得一看的。汉康 Vulam Temple 几代陈朝皇帝在此领导过多次战争，使这寺庙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最早在此建庙的陈太宗原是因为陶醉于这一带的奇异山水，建了一座寺庙用来修行。后来意识到石灰岩地形易守难攻，为了抵御当时蒙古与阮朝入侵，也在此建操练军队，作为长期作战的基地。穿过汉康 Vulam Temple 后面的山路、湖景和木头步道，眼前出现一些茅草屋。这一路其实都是金刚电影的拍摄场景。
回程逐船划到一开始的出发点，3个小时的行程，我们遍览美景，辛苦了划船的船夫。结束了鹿龙湾行程，我们继续骑车前往下一站越南古代的第一个都城华旅古都。我们就走了一个 unpaved 的小路，刚刚前面还有轮胎挡路，我来不及拍到。我就刚刚搬了废轮胎我们刚刚搬了废轮胎过了这个路，很厉害吧？好了，我们好像要到了，这里有一个城门。越南在历史上的独立王朝由10世纪的丁朝开始，华旅古都便是丁朝的第一个开国首都。历经3朝，华旅古都的主要参观点是丁朝开国君主丁先皇陵寝和前黎朝开国君主黎大航陵寝。我们从越南第一个皇帝丁先皇的陵寝开始。好了，我们勇敢的通过了那个废轮胎之路之后，现在进入这个丁朝的王宫，应该是丁朝第一个皇帝的堂吧？好吧，反正这个 Ancient Capital 看起来就是一个 nice walk。第2站黎大航陵寝，陵寝和丁天皇陵寝建制相似，实际上这种建筑风格后来也带到河内升龙城。黎大航陵寝内一旁还有另一较小的大圣明皇后陵寝。大圣明皇后本是丁先皇的5位妃子之一，幼子即位后就成了太后，和将军黎桓联手平乱。后来黎桓击退北宋军后，废了小皇帝自己称帝，成立前黎朝，原本的太后成了新的前黎朝皇后。越南后世将杨允儿称为2朝皇后，如今葬在黎桓身旁。丁朝和前黎朝都是10到11世纪间的事，年代相当久远。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陵寝都是17世纪以后修复的结果，10世纪留下的残砖片瓦都是考古遗迹，在旁边的考古展览馆里有较为详尽的说明。前面有一张图我有拍，它就是在拓印，就是当时10世纪的时候，它就有就是这些design。然后这是它会放在它屋檐上，你看上面就是它那个鸭，每个人还有不同的姿势，这就是对，这是真的那个年代的东西。就是当时真的。然后这是唯一剩下的这个城的遗址。对，那其他其实是17、18世纪以后 restore 的。然后这半边的图应该是告诉你，好像是我前面刚就考古就对了。80年、99年，它开始就是一点找出来地上的。离开华旅古都后，我们继续骑车前往第1天行程的最后一站拜顶寺。拜顶寺是全东南亚规模最大的佛教建筑群，有539公顷，位于宁平市区30分钟开外的山上。骑车到了入口处附近，机车停车场有 motorbike parking 标示，停好车后在售票口购票。参观寺庙群不需付费，不过因为腹地广大，坐电动车上山是必须的，单程费用是30K 越南盾。若要进入地标拜顶寺塔，也需要另外购票。上山后，在电动车站前即可进入罗汉长廊。长廊上沿途有500尊罗汉，据说光是环绕寺庙的长廊就有3公里长，是亚洲最长的罗汉走廊。由罗汉长廊可通往3层屋顶的钟楼，钟楼的位置在半山腰，里面的36吨铜铸大钟是越南最大的钟。继续往上向观音殿走去，殿中供奉3尊观音像。观音殿后的放生池，气氛非常宁静。由池子后的台阶往上爬，通向主殿释迦佛殿，殿内金碧辉煌，供奉了亚洲最重的释迦佛像。从释迦佛殿之后，可先往东面的巨塔走，这就是拜顶寺塔，需另外购票才能进入。进入后，可以坐电梯上13楼望台，风景值得一览。13楼上还可看到舍利塔。出塔后再往上走，回到释迦佛殿上方的三世佛殿。如果有买回程电动车票，从这里便可以坐车下山。我们打算继续前往古沙，所以由后面的山路继续往上走。老拜顶寺位在山上，是越南最古老的寺庙之一。刚才看到的拜顶寺塔其实是2014年兴建，
原本的拜顶寺是1136年代的古迹，古老的拜顶寺可从主殿后方西面进入，盖在3间洞窟中，明洞中供奉佛陀，暗洞中供奉观音。回程时，我们在鹿龙湾附近这间叫做 Time Gia 春阳的餐厅吃饭，气氛类似台湾的海鲜热炒店，是一间很道地的越南热炒餐厅。店里完全没有会讲英文的店员，也没看到其他外国游客，让我不禁怀疑店员是因为我们骑车戴着安全帽，以为我们是本地人才让我们进来的。好在菜单仍有英文，按图点餐。最后点了一份羊肉汤和盐酥西蟹，一份青菜，口味相当不错，也给我一种好像终于吃到真正的越南餐厅的感觉。第二天一早，我们前往 Moa Cave， 有些翻译称它为越南长城，距离宁平是5公里路程，可说是山谷最热门的景点。前往 Moa Cave 的路是一条沉睡的田间小路，会经过山谷的稻田。若是收割前的季节来，可以看到一路的金黄稻穗。提醒大家，整个宁平我看到最多停车场拦车的景点就是 Moa Cave 前面，连脚踏车都会拦。一般景点的停车费，官方停车场5至15克越南盾不等。如果停车时遇到更高的价钱，非常高几率是非官方停车场。好了，大家好，我们现在停好了车，现在要去那个 Moa Cave 的那边看了。那刚刚真的有很多人在前面，招揽生意，还会站在路中间就要绕开。我们一路骑到路口前，看到一个很正常也没有人拦着的停车场停下，被收了20K。后来发现还是弄错了，入口内还有个停车场才是官方，停车费10K。进入 Moa Cave 的门票是100K越南盾。入口之后，走一段路到山脚下。这个地方因为是民间经营，路上布置了很多用来拍照的人工景观，但旁边就是稻田，不时还可以看到成群的山羊。走到山脚下一个洞窟前，就是上山步道的入口了。好了，看到这个牌子，我们就知道要开始往上了。过了这个小卖店以后，就是它的楼梯。好，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楼梯有多可怕吧。这 Cave 房其实就在这里 ，Cave 本身据说很普通啦。那等一下要爬的是这个楼梯。石阶梯有500阶，走到最上方会到达山顶的观世音像前。阶梯铺设得很好，不过相当陡，会花上不少体力，至少需要1个小时时间来回。一路上往西看，可以看到河流绕过山谷的漂亮风景。风景虽美，平日很容易受空气品质影响，越早来越好。我们这天出发时间有点耽搁，远方都烟雾迷蒙。好了，我们现在到了中间的一个瞭望台。一趴着，因为好像差不多爬完，其实也还没。那个就是另外右边的一条岔路，可以上到那个塔，但真正的 peak 在这上面的样子。好了，大家，我们差不多快到 top， 现在可以看到下面那个就是山谷游河的船。旁边的稻田应该就要 suppose 这一块，不过现在没有，对，季节不对，而且空气不太好，所以坐船可能现在不值得。辛苦走到山顶上，风景很棒，但游客极多，真正达到摩顶放踵的程度。这里 super crowded， 但我们终于找到这个 spot， 我们还是没有爬到顶，因为你基本上上不到顶。大家其实就从这边在找啊，这里有颗头。好了，我们终于爬到了这个龙的头了。然后这样就是这个 view。我想，如果你只看这个 view， 一切都很不错。但当你看后面的人，看前面的人，你可能就会有第2个想法。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非想要往上面的龙身上爬，在这里很容易被人潮带着挤上去，下不来了。其实终点是观世音像，在观音前这里看完全景就可以离开。下山后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真正的 Moa Cave。这个洞窟不大，据说得名舞蹈洞是因为陈朝时皇帝在这里观赏嫔妃舞蹈。洞中的分支道路可以进入 Pearl Spring， 看得出继续往下走应是个私洞。离开 Moa Cave 之后，
我们决定用租车剩下的时间走个比较探险的行程，前往菊芳国家公园。算剩下的油显然不够，只好找店买油。如果跑得比较远又不住宁平市区，中间就有可能要在杂货店买油。小店通常是使用加油帮谱，直接到店里问价钱，讲好要买几公升就可以了。店家会量好油之后倒进来再开始加。加好了油，可以安心继续行程了。骑车前往菊芳国家公园的路前半段和前一天去拜顶寺的路一样，不过过拜顶寺应再往西骑15公里。这段路程多是乡间小路，风景优美，也没有游客，可以暂时脱离喧嚣商业的宁平，让人精神愉快。菊芳国家公园是越南的第一个国家公园，成立于1962年。进入国家公园的门票是160K越南盾。国家公园说明有限，除了门口的地图和售票口小姐简单的建议，也就没有什么指示了。好在这里路线也非常简单，就只有一条路。售票口小姐建议我们先去富裕中心，之后到底走千年古树步道再往回玩。我们首先前往濒危灵长类动物救援中心，参观免费，但为了确保不干扰动物，需要由志工带领进入参观。这里保护着濒临绝种的灵长类动物。越南有不少盗猎者和非法砍伐，许多本地物种如亚洲黑熊、暹罗鳄、老虎都已经从这个地区消失。越南人传统相信猴子可以用来作为药材，所以盗猎猴子者也不少。目前这里富裕了180种以上的灵长类，所有中心的动物都是在这里繁殖，或者是从非法交易中获救的。看完灵长类富裕中心之后，义工带队移师乌龟保育中心。乌龟保育中心收容了超过600只陆地、半水栖和水栖乌龟，涵盖了越南25种本地乌龟物种中的19种，其中许多乌龟是从走私者手中没收的。越南国内和中国市场因为认为吃乌龟有助于延寿，所以有一定的对乌龟的走私需求。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软壳龟就已经绝种，据说全世界只剩下3只。接着我们驱车先往公路底的千年老树步道前进，中间经过很漂亮的湖区烟框 Lake， 湖边正好没有什么人，平静湖面上只有鸟类聚集，湖边有广阔的森林和山脉环绕，是一片宁静美景。之后一路是热带雨林景观，机车穿梭森林中，即使不下车爬山，一路的景观道路也很令人满足了。机车一路前进，通过一道闸门进入森林保护区。千年老树步道是这里比较热门的登山路线，入口处在公路底，停车另外收费10K。停好车后，惊喜的遇上野生孔雀。就在停车场前面走着走着，就遇到了野生的孔雀，然后就来这里乱逛。我觉得我在台湾好像没有看过野生的孔雀。登山道入口处的地图指示，来回是1圈7公里，我估计以我们脚程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因为我们来的时间晚了些，所以只走了部分。走在这个千年老树的古道上，那因为其实我在网络上看的时候，有人说千年老树根本已经死了，然后它没有很好看，所以其实我们也没打算要走到千年老树，就是说这个哇，应该不错。各位，我们要开始爬楼梯了，而且我强烈的怀疑那树林里面有猴子。回程时还有一条较短的步道，一条有220级台阶的小径，往上爬300公尺通往史前人类洞穴。这里发现的人类墓地和工具可以追溯到7500年前，是越南最古老的人类居住地之一。好的，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在 cave 的外面，看起来 cave 也蛮大的。然后大家看到没有？这是洞口。然后这边有一个很神奇的洞，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在这边摆一些像拜拜的东西。可能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一个洞穴，大家就都还是会就是觉得要祭拜一下吧。对，这里的人好像就在洞穴里面做祭拜的习惯。这洞其实还挺大的，他们说这个是哦，对，那边也有更多不同的。看一下上面。这个洞穴其实
规模还挺大，对一个原始人来说，应该算是豪宅了。那他应该当时他们在这里捡到说，他们以前的什么碗盘啊什么的那些遗迹，应该没有放在这里。第二天的晚餐，我们乖乖的骑回了山谷吃饭。山谷生意最好的餐厅叫做 Family Restaurant， 客人极多。我们来时是圣诞假期，忙得不可开交。餐厅最有名的是烤鸭，不过可选的菜色很多，羊肉料理当然也有。我们最后点了烤鸭、羊肉、青菜，烤鸭真的非常好吃，超级推荐。白饭水果都是附送。第三天的行程比较轻松，都在山谷，也就在我们住的旅馆附近。我们住宿的旅馆提供免费脚踏车可借，后面就是稻田，所以我们前一天晚上就还了车，打算最后一天在山谷悠闲一天。利用住得近的优点，我们一早就出门，在山谷稻田间骑脚踏车，欣赏美丽的田园景观，是来到宁平绝不能错过的体验。骑车的路线没有一定，在山谷范围内很容易就可以找到田间小路。我们是从靠近壁洞古寺的路往两园方向骑，大约花了半天时间四处逛逛。我们来的季节是冬天，早已没有稻穗，但是田间仍能看到美丽山景。这季节的稻田也成了水景，映着山的倒影很美。这段脚踏车之旅也成为我在宁平最印象深刻的美好体验。好了，我们现在走到旁边的小路，其实还有点野花什么的，然后那边有山。再来继续给大家看一下这边不同的 view。我们现在回头了，就现在是在看右边的河，左边刚刚有旅馆。好了，据说我们现在要来勇敢转进这个小路，希望我们不会掉到田埂里面去。希望。好，决定就要用爬的，因为我的车还蛮烂的，完全就停不下来的感觉。这里很漂亮。骑完车，我们又走路来到壁洞古寺。壁洞古寺是山谷的重要景点，参观不需门票。不过若骑脚踏车过来，门口的店家会强迫停车收费，收费比停机车还贵，要加20K。还好我们住得近，直接走路来就可以。壁洞古寺建于西元14世纪，共有上、中、下3层，三者统称为壁洞寺。特色是都依山洞而建。古寺门口景色就很迷人，穿过莲花池进的大门，再走一小段路就能看到下庙。这里的庙都是木造，完全没有使用钉子。从下庙往上爬一段阶梯，才能看到中庙。中庙是最主要的古寺建筑，外观就是一个塞在山洞之中的庙。从庙的左边窄窄的通道可以绕到庙后。我们从壁洞古寺中庙的旁边，其实它有一个步道走进来，可以看到这个里头有个洞穴。这里可以仔细观察古老的屋檐，看得出来年代久远。由庙后的阶梯继续往上爬到上庙。由山洞中绕出来的时候，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从这里也可以居高临下的看周围山景。我们现在这里从下面往上看，在那个大洞下面是宗庙，然后上庙好像是在山壁的另一边，因为我们走了一个 tunnel 出去。壁洞古寺是我们临平行程的最后一站，最后我们回到住宿的旅馆 Tamka Kala Mountain Resort and Spa，
准备搭车离开。更多心得和相关连结，我们放在叙述栏中供大家参考。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时空旅人杂记》的 YouTube 频道哦。